这是一桩发生在1300余年前长安深宫的密室谋杀案，凶手、死者、证人，所有角色悉数登场。这个案件最诡异的地方，是现场每一个人的反应，都精准的如同预先排演的戏剧。自古以来，皇家就是最残酷的修罗场。当至亲变成政敌，当血缘撞上生存利益，在至亲与至尊之间，一代女皇武则天早已在血色的博弈中给出了最残酷的答案。大家好，我是逍遥。今天我们不聊宏大的政治标签，而要撕开历史伪装，去触碰武则天最隐秘也最残酷的身份。武则天生育了4个儿子，2个女儿，他们命运各异，夭折、早逝、自尽，惶惶不可终日。唯一看似被偏爱的太平公主，一生也活在母亲的掌控与利用之中。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权力与亲情的残酷博弈，看武则天如何在皇权的修罗场中，将母亲的身份异化，亲手解构中国传统中那份沉重的母职定义。武则天与亲情的第一次决裂，发生在永徽5年。她从感业寺重返皇宫仅3年，身份不过是正二品武昭仪。她面前是出身太原王氏、关陇门阀、占据后位10余年的王皇后，身侧是育有1子2女、圣宠正盛的萧淑妃。面对这场后宫争宠的死局，这位武昭仪手中最脆弱也最致命的筹码，是刚出生不久的长女，后来被追封的安定思公主。公主之死是1000年来争议不休的宫廷悬案，不同时代的史书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记载。我们先看北宋司马光编撰的《资治通鉴》，他把这段往事描摹得如同亲临现场。武昭仪借王皇后探视小公主的时机，以亲骨肉喂诱饵，完成了一场大唐史上最冷酷的政治献祭，让唐高宗李治在盛怒中认定是王皇后因嫉妒而下的毒手。这里暗藏着一处极不合常理的心理博弈。倘若武昭仪果真蓄意嫁祸，为何甘冒被宫女太监当场撞破的巨大风险，执意等到李治到来，上演那出完整戏码？武昭仪在等什么？又在赌什么？更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，藏在成书更早的唐代官方文献中。昭仪所生女暴卒，又奏王皇后杀之，上遂有废立之意。在1000年前的古代中国，医疗条件有限，婴儿因早产、生病、窒息等原因夭折不是罕事。这里我们不妨做一个最大胆也最阴冷的推想。武昭仪推开房门，发现女儿没有呼吸的那一瞬间，她的脑海中究竟闪过了什么？是为人母的肝肠寸断，
还是作为一个职业政治家的本能反应，把这个不幸当作一个机会，一个足以在你死我活的后宫权力绞杀中彻底扳倒王皇后的机会。终极问题随之而来，这个机会究竟是他亲手制造，还是命运无情的赠予？从唐朝的官方文献到北宋的《资治通鉴》，越晚成书的史料，细节反而越丰富生动，这不合常理。最关键的反正来自骆宾王那篇被誉为千古第一的檄文。这篇写于光宅元年，距公主之死仅30年的檄文，将武则天的罪状罗列殆尽。唯独没有提及杀女，这个最能激起天下公愤的道德审判。如果连同时代的死敌都拿不出确凿证据，那数百年后的欧阳修、司马光又是如何精准还原那些只有亲眼目睹才知道的细微动作？答案或许只有一个，这可能是一份经过精心编排的剧本，是后世史官为贬低女性帝王刻意编造的独副叙事。永徽6年，武则天诬告王皇后与其母柳氏在宫中施行压圣之术，诅咒皇帝。高宗震怒，以谋行鸩毒的罪名，把王皇后和萧淑妃废位数人，2人亲族全数流放。面对长孙无忌、褚遂良等顾命大臣的强烈反对与集体抗争，唐高宗最终下定废王立武的决心。但无论真相如何，武则天确实将女儿的死亡化作了迈向后位的第一块垫脚石。这是她第一次将亲情绑定权力博弈，母性的温柔在此刻开始崩塌。同年，朝廷举行盛大的册后大典，武则天接受百官与司仪酋长的朝拜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皇后受朝的先河。册后不久，王皇后和萧淑妃便在武则天密令下被残酷处死。唐高宗下诏废黜庶长子李忠的太子之位，改立武则天年仅4岁的长子李弘。这场惊心动魄的皇后与太子更迭，标志着关陇氏族集团全面失势，门阀政治走向终结，也为武则天日后逐步掌控大唐朝政铺平了道路。回到这宗悬案，你选择相信哪一种记载？欢迎留言和我们分享。在这场围绕母职的博弈中，武则天用近乎冷血的精准，把亲情变成筹码。然而后宫的争宠，仅仅只是这场权力猎杀的序幕。大唐诡异冰冷的离奇事件在永徽年间再度上演。就在唐高宗李治宣布即将禅位给太子李弘的那一刻，距离皇帝宝座只有1步之遥的李弘，突然诡异地暴毙洛阳深宫，年仅24岁。
那一碗送入寝宫的汤药，究竟是否掺杂着亲生母亲的鸩毒？谜团未解，我们下期继续。